这次出行如此顺利，真多亏了饼干王国的饼干们。有机会的话，一定要好好答谢他们。大家准备一下，收起小桌板，还有半个时辰，我们就要抵达了。终于要抵达花都了吗？我的腿都有点酸了。一路上看到了不少危险的植物，希望这次带回来的香品能发挥出最大的效果。这次离开的时间有点久，妹妹说不定又要闹一阵子了。还有她，不知道看到我回来会不会被吓一跳。开始下降了，当前有气流颠簸，各位可要扶稳了。成功降落！好啊，王牌飞行员！哈哈，太稳了，老王！下次我还要坐你的飞行器。终于回家了。玉露芥子莲16正式发布，超大珠光莲子核心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老板，请问有墨染芥子莲吗？你以前有在我的摊位上买过东西吗？这个倒是没有。墨染芥子莲可是稀有品种，想要购买的话，可是需要额外配货的。那要买多少？只需要再购买999盆玉露芥子莲即可。啊！花都的饼干们还是这么有活力啊！做了这么久的龙舟，整个饼都僵硬了。还是先回调香室休息一下吧。金贵饼干，真的是你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小姐因为担心您的安危，最近都没有好好吃饭，而且总是一个饼自言自语，说不知道姐姐在哪儿，什么时候才回来，就连演奏的次数都变少了。让她担心了。你是出来给丹桂饼干买东西的吗？小姐想看新一期的画本，让我出来看看。她还是跟小孩子一样，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？四季桂饼干，你先忙吧，我先回金桂乡试一下。前面怎么突然这么吵？怎么会有花朵怪物出现在城里？我的限量版墨染芥子莲！你不要过来啊！大家快闪开！你们都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还好金贵饼干赶跑了花朵怪物，大家才没有受伤。真是奇怪，怪物们明明一直盘踞在城外，这株怪物是怎么进城的？这下连城内都不安全了吗？还是先去一趟桂花书院，跟爷爷说明一下近期发生的事情吧。好久没有回来了，不知道大家还好吗？先去爷爷的屋子看看吧。进来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是金贵饼干呀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对了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在书院里要叫我山长。好啦，山长。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，刚回到花都，我就在集市上看到了花朵怪物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是真的，他还差点伤了无辜的百姓。但幸好我带回了可以驱散花朵怪物的香方。山长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有点意外。没想到金贵饼干这么快就有所收获，真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。想必你刚回来也累了，先回去休息一下吧。我也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饼干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接下来还要抓紧时间调制香品。一想到花都的危机很快就能解除，我就浑身充满了力量。问题似乎变得复杂了。
爷爷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。希望是我多想了吧，还是赶快回调香室制作香品吧。这个旋律是……蛋桂饼干实在太棒了！多亏努力学习，考进桂花书院。要是去了其他书院，可没机会听到如此美妙的琵琶乐曲了。蛋桂饼干太美啦！姐姐看过来了！原来是丹桂饼干在弹奏琵琶。丹桂饼干还是那么受欢迎。离开一段时间，似乎他的琴技更加出色了。不要拥挤，大家小心，注意安全。姐姐好温柔。可恶，气得我都要掉饼干屑了。现在人有点多，还是等晚些时候再和丹桂饼干叙旧吧。好久没回来了。金桂消失都积灰了，还是先收拾一下吧。总算是干净了许多。突然有些怀念，在饼干王国的时候，堂堂地精们给我修的屋子精巧又整洁。不知道勇敢饼干他们现在怎样了呢？等花都危机解除，再邀请他们来玩吧。那个饼干也好久没见了。去茶社找一下他吧。突然出现在花都街道上的危险植物，也许也可以从他那儿得到一些消息。我回来的事，大家这么快就知道了吗？会是谁呢？姐姐！丹桂饼干，你不是在学院演出吗？姐姐回来的第一件事居然不是找我，还是四季桂饼干告诉我你回来的消息。这个你为什么不回贵宅，要住在这么破烂的地方？这里破烂吗？看你袖子上的灰，我回来后连屋子都是亲自打扫的吧？丹桂饼干，我已经离开贵宅了。成熟的饼干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，而且我也不觉得哪里辛苦，相反。现在的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平静。自由。看到你这么有活力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现在要出去一趟，等有时间再和你聊聊我在花都之外的见闻。外面的世界真的很不一样，那里有……我不要，我不听！金龟饼干，你和我回家嘛！好了好了。最近花都也不是很太平，记得早点回家哦。可恶，姐姐怎么总是把我当小孩子？等等，我也要和你一起去。奇怪，今天的茶社怎么大门紧闭？可能山茶花饼干不想工作呢，毕竟他这个饼干这么懒散。虽然他平时看起来慢吞吞的。但可不是一块懒散的饼干哦。敲门问问不就知道了。喂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不好意思，今天茶社歇业了，请各位明日再来吧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今天是茶社的休息日，茶行要给山茶花饼干汇报工作。原来是这样。看来是来的不凑巧了。咦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出来了？汇报结束了，山茶花饼干交代了一些事，让我去办。这个饼干怎么冷冰冰的？他不是茶博士吗？他和我们不一样，并不是茶博士，他是山茶花饼干带回来的朋友，两个人的关系很是要好。
山茶花饼干的朋友。既然会议结束了，那我们可以进去吗？请稍等，容我先通报一下。山茶花饼干在花园里，我来为诸位引路。山茶花饼干画的是地图。是金贵饼干，好久不见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但你似乎一点也不惊讶。当初你一意孤行要离开，的确是让人有些不安。但我还是相信，不管金贵饼干去到哪里，都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。听说你在集市上击退了花朵怪物，看来这次的旅途也让你成长了许多。消息这么快就传开了吗？倒也没有，你可别忘了我最擅长的是什么？信使。既然你有这么多信使，想必对植物狂暴化的源头也有些头绪吧？的确是有一些猜想。可以说来听听吗？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信息。有人因缺少信息而倾家荡产，也有人因珍惜的消息而富可敌国。那么，按照老规矩，想从我的手上得到消息，你有什么可以与之交换的吗？有啊，我的拳头。姐姐问你话呢，你叽里呱啦的说些什么废话？啊，刚才没注意。原来桂花家族最尊贵的小姐也来了。最近听茶社的人谈论起丹桂饼干，都说是何等的优雅。乍一听，还以为是自己记错了，现在一看，倒和我记忆中的毫无偏差。山茶花饼干，你就别逗他了。你们两个从小就喜欢拌嘴，这么多年还是一样。不如我用离开花都的旅行见闻来和你交换吧。我的信使对这片大陆上的事了如指掌，你确定会有我需要的信息吗？那如果是其他的大陆呢？这次我乘坐龙舟去到一片全新的大陆，在一个叫做饼干王国的地方研制香品。最终，我获得了这个香方，并成功击退了那里的花朵怪物。你的信息的确很有价值，那我也要信守承诺才行。通过信使的消息，我猜测花都节气紊乱、植物狂暴化的原因，是因为镇守花都的神兽力量被削弱了。什么？爷爷说神兽是最强大的，这不可能。很难想象，究竟是怎样可怕的力量，能削弱守护花都的神兽。没错，因此我拜托了一位友人去森林进行调查，稍后我也要亲自去一趟。我也和你一起去。姐姐，你不要去，听起来很危险，而且这不是我们这些饼干能干预的事呀。不如先回去告诉爷爷吧。丹桂饼干，郊外的森林的确很危险，并不适合你这样的年轻饼干。趁天色还早，你也赶紧回贵宅吧。最近花都城内并不太平。对呀，小姐，你忘了今晚还有琵琶演出呢。那好吧。喂，叫花的粉毛饼干，要是姐姐掉了一点饼干屑，我可跟你没完。丹桂饼干。哼。可恶的粉毛老饼干，居然带姐姐去那么危险的地方。真是可恶！可是，山茶花饼干谈吐好优雅，绘画也是一绝呢。看起来是一块非常稳重的尊贵饼干。哼，也就是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小饼干才会被他骗了，那都是装的。你看他茶社里的饼干，包括他自己，虽然带着碴子，但
没有一块饼干含有茶的成分。这完全是挂熊熊大果冻，买熊熊小果冻。不像我们桂花家族，所有的桂花制品都出自正统桂花，流淌的是正宗的桂花糖浆。虽然茶社的饼干面粉里可能不含茶叶成分，但他们出品的茶饮是全花都最好的呀。所以我说你年轻啊，不懂血统的重要性。就比如像我们这些天生优雅的饼干，怎么可能去做野外调查这种危险又粗鲁的工作？可是大小姐也是自己一个饼去其他的王国调查配方呀。那不一样。好了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们去货郎那里看看有没有茶茶笑笑生的最新画看吧。花都有那么多出名的画师，小姐为何那么喜欢这位茶茶老师的画呀？茶茶笑笑生才是真正的大画家，和他相比，山茶花饼干连一块饼干屑都比不上茶茶笑笑生老师。茶茶老师的画不仅技艺高超，而且充满了意境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可不像某些老饼干一样一板一眼。茶茶老师的画作非常真鳖实鳖。没错，不愧是我的贴身侍女，有几分我的艺术素养啊！趁天还没黑，我们快去吧。